下面咱们讲少阴面的第10个特征啊，因为少阴面讲的相对比较多，它因为观察的指标也比较多。第10个特点是第二性征，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啊。看少阴肾、少阴面，它这个比较充盛的一个标志就是它的眉毛，眉形。一般男性的眉毛是比较浓的啊，浓、长、黑、亮。这是男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它是这样呢？男性是什么？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是什么？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是吧？雄性激素比较充足，水平比较高的话，那它的眉毛就比较充盛啊，比较光亮。这是它的特征。而这个如果看女性怎么办呢？男性咱们看眉毛浓不浓，黑不黑，亮不亮。那女性看什么呢？看她的两颧的皮肤。两颧的皮肤叫桃肤，面似桃花，这种肤色是女性的特征。这种雌激素的水平越高，那它的这种粉红色的这种颜色越明显啊。但正常的时候，咱们雌激素相对说相对是平衡的。如果面似桃花的，相对说它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但是这种面色要比较含蓄一点，咱们中国人的面色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种桃花色的皮肤要含蓄，这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是他这种肤色面似桃花比较外露的话，那说明他的雌激素水平非常高了。这种人看似非常漂亮，但是会隐藏一些危险，它是个危险信号。如果是它不含蓄，而且是外露的，代表什么呢？这种后期会容易得一些什么乳腺增生、乳腺癌这类的疾病。所以别看这种女性非常漂亮，面似桃花，非常外露，这种后期是非常潜在的危险的啊，容易得一这些增生和肿瘤的这种疾病。再看第二性征啊，再看手指的长度，这手指的长度涉及到手诊了啊，因为咱有时候面诊还有手诊、耳诊是有时候非常要结合在一块儿的。手指也可以判断咱们的少阴的强盛与否。看两个地方，一个食指，一个无名指啊，这两个手指的长度是有讲究的啊。如果食指的长度，食指代表什么呢？食指是代表雌激素，咱们的雌激素水平。如果无名指呢？无名指是代表这个咱们的雄激素。如果男性要看这个无名指的手指的长度和这个食指的长度，它们的比较，如果无名指的长度高于这个咱们的食指的长度，说明什么呢？雄激素比较高，男性的第二性征比较强，性功能也比较强大。如果是食指短于这个无名指的长度短于这种食指，那说明什么呢？如果是男性的话，那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太阴面啊，小白脸、小鲜肉这种状态，它性功能是减退的啊。通过可以看手指的长度、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来判断它是这种雄雌激素它的比例啊。这是看手指。第12点，最后一点就是插手自冒心，这是讲的一种病态。什么病态？是心阳虚一种病态。因为少阴大部分是讲的少阴肾，但有一部分是少阴心的问题啊。少阴心的问题是看他的心阳虚，心阳不足，插手自冒心。咱们如果学过《伤寒论》的人应该比较清楚。咱们在讲桂干龙母汤的时候讲到一个条文，他怎么说的呢？发汗后，这个其人插手自冒心，欲得按者。什么叫插手自冒心？两手交叉按住心脏，按住心脏这块，这叫插手自冒心。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心阳虚啊，心阳虚会出现什么？心慌、心悸、胸闷啊，这种特点，就是会出现这种插手自冒心这种动作。有时候你在诊室看到病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状态啊。病人来了以后，来了你诊室说大夫啊，然后按着他的这个胸口，大夫呀，我难受啊，表情比较痛苦，然后动作是这个按住心口窝这块地方，我比较难受，
一看这动作，咱们可以知道插手自冒心可能和心有关系，就少阴心，心不足，心阳虚，心阳不足这种表现，有可能它是什么心脏病、冠心病，啊，这种冠心病大部分是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还有一种特点，如果这病人这个突然这个人后边有个人突然叫他，是吧？老张和老王，这个突然叫他一声，他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家应该看影视剧啊，或者现实当中也能这个看到过或体会到过。如果突然一个惊吓，这个病人他本身是心阳虚的病人，突然受到惊吓，他会什么表现呢？他会什么表现呢？大家想想，就会表现出哇吓我一跳，是吧？一种非常惊恐。为什么他下意识动作会什么呢？按住心口窝这块，按住心脏这块，哇吓我一跳，是吧？这是插手自冒心。如果有这个动作的话，它就是心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种情况大部分人可以用桂枝的一方，比如说桂干龙母汤、桂枝甘草加龙骨牡蛎，就可以治疗插手自冒心，这是个基础方。如果伴有出汗的，你还可以龙骨牡蛎和量加大一点啊，或者出现这种这个焦虑、心悸、正中，这时候可以加一些这个敛心阴的，说附小麦、甘麦大枣汤啊，可以桂干龙母加甘麦大枣汤，可以治疗那种心阳虚，伴有什么呢？伴有出汗多啊，这个容易心慌，这种表现啊。所以插手自冒心这个动作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一种什么呢？心阳虚的一种特点啊。这是总体说，这个咱们讲少阴是讲的少阴肾和少阴心，少阴肾讲的比较多，少阴心讲的这个相对少一点啊。另外还要结合舌苔和脉象，这种少阴面的人，他的舌苔是会什么样呢？淡胖，伸出舌苔一看啊，舌体比较舌淡，苔白，另外舌质是什么呢？比较淡的啊，而且舌体是比较胖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刚才讲真武汤的一个应用啊，属于肾阳虚引起的这个病症，它的舌苔就会出现舌淡胖啊，胖大舌。为什么会胖大舌呢？有的人还可以出现这个齿寒，就是因为有水肿了啊，水液停聚到体内，在舌苔上会有表现，这种会出现胖大舌。因为牙齿它是固定的，舌头是比较软的，它容易胖大，容易缩小。胖大了之后就会出现齿寒啊，这是这个少阴肾的一个舌体的表现啊。它的色泽，有的人会出现淡色，有的人会出现偏黑的，黑是主肾的啊。如果按五色来说，黑是主肾的，但是它的舌体一般的是偏滑的，说明有水湿，阳虚不能化也，就会出现胖大舌或者是滑舌啊。再一个脉象。咱们开始讲这个少阴面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少阴的特点是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郁昧。脉是什么特点呢？脉微细，非常微小偏细，一摸啊似有似无，这种特点，所以它是沉细微软啊，这种似有似无的一种脉象，所以这个它是出现了这种特点，说明什么呢？肾阳不足，而且因为这种特点还可以主心，心主血脉。这种特点出现的情况，说明心的推动能力下降，肾阳的温煦能力下降，会出现气血流通比较缓慢，或者是它的血液不足啊，就会出现那种沉细微这种表现啊。这是脉象，给大家这个总体来说讲了一下少阴面和它一些相关的一些体征特点。另外第15点呢是畏寒喜暖。畏寒喜暖，咱们刚才讲了真武汤西汉时综合征的时候讲到过，它的特点是怕冷的，这手脚冰凉，这种冰凉是过肘膝的。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咱们要和四逆散来鉴别。少阳人的特点，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四肢冷，这种四肢冷呢，一般不会过肘膝啊。咱们讲四逆散，讲那个木星人，他一般是这个也会出现冰棍手、秦玄脉。冰棍手，但是它不会过肘膝，过了肘膝一般是和肾阳虚有关系的啊。就看咱们这个图片，这小狗啊，
这狗狗看裹得这么严实，怕冷吧？非常怕冷啊。就是这种人是恶寒喜暖啊，容易疲劳。这是讲的少阴的特点啊。这一类病人多用附子类方啊。咱们再给大家说说治疗。如果判断出他是一个少阴面、少阴人这个病态的话，多用附子类方。比如刚才咱们讲的真武汤，它里边也有附子，白芍、白术、茯苓、附子、生姜5味药啊，它是个附子类方，温肾利水的啊。这里边给大家讲一个咱们那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李可，他是扶阳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用附子量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这种人是就确定了是少阴肾阳虚的这个，一般咱们用附子。他有一个有名的方剂，给大家也给说一下，破格救心汤，治疗心衰啊，这种就治疗心衰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胸闷、心慌、气短、发憋、面色晦暗、偏白、出冷汗、四肢浮肿，这正好是咱们少阴的一个特点。他用破格救心汤来治。啊，这个方子的组成，像附子30到200克，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不是说一用就用200克，是逐渐加量的。然后干姜、炙甘草，这是个四逆汤的一个组成。另外，高丽参、山萸肉、龙骨牡蛎、磁石、麝香这些药，主要的成分就是四逆汤。啊，附子、干姜、甘草，这是咱们治疗少阴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组成。啊，这个方子可以治疗咱们西医无法解决的这种心衰，啊，可以起到这个挽救生命、救死扶伤这种效果。啊，具体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方子是：凡心跳未停、依稀尚存，即投本方，1小时7次回升，3小时能够脱离险境，一昼夜转危为安。啊，给大家讲这个方子，这个目的是讲这个到一急救的时候啊，如果咱们碰到这种心衰非常厉害了，而且咱们西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咱们可以用四逆汤加味来治疗这种心衰。它的关键就是附子，附子量一定要大。附子是什么？回阳救逆第一方啊，第一品，回阳救逆第一品，附子啊，要注重应用附子。所以咱们如果判的是少阴面的人，就可以选择附子类方。第4个就是讲太阴面啊，咱们讲太阴面，什么不太阳面啊？咱们讲太阳面，太阳面什么特点呢？太阳，咱们讲太阳膀胱经，啊，又主皮毛，咱们讲咱们皮肤表面的问题了啊。所以首先要看什么？看毛孔。咱们的毛孔按中医来说叫悬浮。什么叫悬浮呢？开鬼门结净府，悬浮是咱们讲的腠理、毛孔、毛发，它是改善咱们这个内外的循环的啊。这个毛孔的开合，这个保持咱们汗液的通畅。这个毛孔这个通畅以后，汗液排泄也通畅，说明咱们那个内外的这个代谢比较协调，比较畅通。如果毛孔比较粗大，或者是容易闭塞，这种人就容易出现什么无汗、少汗，皮肤比较粗糙啊。出汗越多的人，他皮肤越细腻；出汗越少的人，他皮肤越粗糙。所以汗液可以改善咱们皮肤的这个细腻的程度啊。打个比方，为什么南方人他皮肤比较细腻呢？北方人容易皮肤干燥粗糙，这和咱们的南北的气候差异有关系。南方气候湿润多雨啊，所以它出汗比较多啊。这个出汗多，再加上外界的湿气，可以滋养咱们的皮肤，可以出现细腻的这个皮肤特点。而北方呢，气候干燥，少雨多风，干燥以后，这种津液容易匮乏，出汗又不多，所以出现皮肤的粗糙啊。对于太阳面来说，属于太阳面的这一类病人，什么特点呢？皮肤容易黄肿啊，尤其面部色黄，又容易浮肿啊。这种人是太阳面。但这种浮肿、这种黄肿并不是虚损的表现啊，有的人是虚损，面部黄，但是又肿。这种虚损的表现呢，这人一般是精神萎靡，
精神萎靡没有神采，这种虚损的。如果是太阳面的人，一般是体格比较壮实，体格壮实，面色黄暗，皮肤干燥而粗糙，这是皮肤比较壮实的人。比如说咱们这个影视剧里边的李逵、鲁智深，这些人是这种太阳面他皮肤粗糙，面色黄，容易浮肿，但是他体格是壮实的，他并不是虚损的。所以这一类人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生痤疮，容易生这个面部的痤疮，容易面部出现这个皮疹这是因为为什么出现汗出的少，而且这个排泄不通畅，就会出现这个痤疮、皮肤病、毛囊炎这一类的这个生长在皮肤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无汗。因为太阳面的人为什么会出现痤疮呢？就是因为他排泄不行内外的排泄这个比较差，无汗或者是少汗，排泄不行了，就容易在皮肤表面出现一些代谢产物的堆积这种无汗的人，虽然他体格比较壮实，但是他容易什么呢？容易受凉感冒容易受凉感冒，而且出汗以后就比较舒服。对这一类人感冒之后，咱们要发汗，以发汗为主这样才能解决他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咱们举个例子对于这个无汗的这个病人，如果咱们判断他是个太阳面，是个太阳人，皮肤比较粗糙，平时出汗少，如果他感冒了，咱们用什么方子呢？就和咱们在讲少阳面的人这时候一样，如果判断他是少阳人感冒了，少阳的人的特点用柴胡剂，感冒了以后用什么？柴胡桂枝汤，小柴胡加桂枝汤，这很简单。如果对于这种太阳人，如果咱们判断是一个太阳面，没有汗，平时汗出的非常少，而皮肤粗糙如果他感冒了怎么办？咱们可以不问他的症状比如感冒了，头疼、脖子疼，那这种人一般不会出现咽痛，出现咽痛的一般都是少阳人这种太阳人一般不会出现咽痛。感冒了怎么办？就可以用麻黄汤麻黄汤、麻黄、桂枝、杏仁、甘草4味药就可以解决他的感冒症状。如果这个病人说感冒了之后会出现什么特点呢？这个后枕部、脖子发僵发硬，这种人咱们就可以用什么葛根汤来治因为葛根可以解肌，可以解除咱们这个颈部的肌肉的痉挛，可以用葛根汤。或者是他没有感冒，这个咱们也经常见过，就是如果是这个人咱们判断他是个太阳人、太阳面的人，然后他出现落枕了，睡一宿觉落枕了，这大部分和受风也有关系。落枕了以后怎么办呢？就可以用咱们的葛根汤来治，这是咱们讲的太阳人。如果太阳人落枕了，原方葛根汤了，肯定是有效的。如果他是一个太阴面的人，就是太阴人怎么办？就不能用葛根汤。如果太阴人出现了落枕，咱用什么方子呢？桂枝加葛根汤，所以就不用用麻黄了，因为麻黄是发汗的，对于没汗的可以。如果是太阴人呢，他是有汗的，所以就不用麻黄。但是咱们可以用桂枝汤桂枝汤加葛根，可以治疗太阴人的落枕通过体质加上他的症状，就可以咱们处方用药了。这是太阳面，它有无汗的表现，容易疲劳，容易受凉感冒。另外这种人还容易皮肤瘙痒。为什么皮肤瘙痒呢？就是因为他出汗少，他代谢产物的能力下降。因为皮肤它之所以得皮肤病，就是因为皮肤表面皮肤的代谢能力差了。如果他出汗比较多，对于太阴人的人，他很少会得皮肤病。得皮肤病的人大部分是和太阳有关系的或者后边讲阳明病也容易出现这种皮肤病后边还要讲，因为他代谢能力差，皮肤它的腠理开合不通畅，出汗少，这种人容易出现皮肤痒的情况这是第二点。咱看这个图片这个农民工，这种你看面部比较黄面部比较黄，比较浮肿是吧？胖浮肿，但是这种浮肿是个实性的肿，
它并不是虚浮的，它是实性的肿。皮肤比较粗糙，是吧？皮肤比较粗糙，这种人是这种太阳人啊，太阳面的一个特点。再看这个图片啊，上面这个图片是鲁智深，是吧？他这个找演员也找的比较好啊，很符合鲁智深的一个特点啊。倒拔垂杨柳，是吧？力气比较大，然后皮肤比较粗糙，也是面部的黄肿，皮肤粗糙，出汗少啊。他为什么光着膀子呀？他不出汗，热啊，是吧？他的体内的这种热气出不来，所以要脱光了衣服啊。这是太阳人的一个特点啊，皮肤黄肿，这个出汗比较少啊，这是它的特点。下边这个3个小胖妞同样是这样的，皮肤粗糙黄肿啊，也是太阳面的一个特点啊。第3点就是毛孔粗大啊，别看它是这个不出汗，但是毛孔是比较粗大的。毛孔粗大以后就可以看出，从外观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皮肤粗糙的人啊，不光滑。皮肤细腻的人一般毛孔都比较小的啊，比较小，所以皮肤会细腻。毛孔一粗大以后，皮肤就显得粗糙啊。这种人容易得痤疮啊。咱刚才说了，毛孔粗大容易得痤疮，就是因为它代谢能力不行，皮肤表面的腠理开合不通畅，出汗这个不通畅，代谢产物容易在皮肤表面堆积，就容易生痤疮啊。所以这种人是这个除了黄肿之外啊，面部比较黄肿，也容易出现皮肤的暗黄，虽然黄，但是偏暗偏晦暗的，体格比较壮实啊。这种人清热泻火药一般没有效果，这和咱们后边讲的阳明面要相区别的啊。太阳面虽然他皮肤出了痤疮没有汗，但是用清热泻火的药这些是不行的，因为它并不是有火，它是因为代谢发汗发不出来。这种人要发汗，发了汗，这种痤疮自然就会缓解。所以咱们要判断这个同样是个痤疮的病人，你要判断他是阳明面还是太阳面。如果是判断是阳明面，用清热泻火的药肯定是有效的；如果是判断是这种太阳面，你用清热泻火的药是无效的啊。所以这种人要通过什么方法呢？发汗用麻黄剂，用麻黄汤、葛根汤这一类的药啊。另外，痤疮的如果生了痤疮，它会有什么特点？痤疮色泽是比较暗的啊，疮头深陷不出。它的痤疮这个色比较暗，而且疮头是深陷不出，这点就可以判断它不是阳明的一个特点。阳明的一个特点是皮肤它的痤疮是红的、红肿的、生疮的，甚至是流水的啊，这种特点。所以通过这种疮体的一个特点、色泽的特点，就可以判断它是太阳啊，还是阳明啊，是吧？太阳的特点是疮色比较发暗啊，而且疮头深陷不出。为什么深陷不出呢？它发不出来就会深陷，所以对这种人，咱要把它发出来啊，用发汗的方法把它发出来，这种痤疮就好了。而且这种痤疮什么特点呢？除了面部之外，多生于后背啊，有那后背好多疹子。因为后背为什么会出现后背呢？后背是太阳膀胱经所循行的部位，是不是？咱们学过六经的时候都知道，后背是太阳膀胱经的循行部位，所以后背是主太阳的啊，太阳是主后背的，所以后背多出现这种痤疮。痤疮的特点也是这种发暗的、深陷不出的啊，所以要治疗这一类的痤疮病，就用麻黄剂啊，和麻黄相关的这些方剂都可以了。而且痤疮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夏轻冬重，夏天比较轻，冬天比较重。为什么呢？咱们想想，夏天比较炎热吧，夏天是个出汗的季节。虽然这种人不容易出汗，但是到了夏天他也会出汗，并不是说一滴汗都不出。到了夏天他也会出汗，出了汗以后，这种痤疮就容易缓解啊。而到了冬天呢，天气寒冷，它本身不容易出汗，再加上天气的寒冷，寒性收引，所以它这种痤疮就会加重，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夏轻冬重，这些痤疮的一个特点。所以有这些特点呢，咱们可以判断
他是个太阳面，啊，是个太阳人。这时候，其他的咱们就不用去判断了，就可以处方用药，用麻黄剂就可以了啊。通过这个面部的痤疮的特点，面色偏暗，疮头深陷不出，背部多见，而且出现是夏轻冬重这几个特点，咱们就可以判断他是个太阳人，就可以用麻黄剂。啊，这是我治了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这是好转以后的啊，咱们第一次他的图片我没有留下来，这是好转之后的。像这个地方，这个毛孔粗大的地方，原来也是这个痤疮，这个痤疮像色泽是偏暗的啊，色泽偏暗。这个男性是个男性，16岁，上高中的啊，满脸他比较是个要面子的一个人啊，觉得有这个不好啊，别人都面部比较光滑的，你看我这个满脸的都是这个痤疮，我给他治了大概有2-3个月啊，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痤疮基本上是消失不见了啊。他生痤疮是4年了，4年啊，所以16岁4年，12岁就开始出现，这说明什么呢？他体质是比较壮实的啊，代谢比较旺盛，因为年轻人吧，代谢比较旺盛，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不会生痤疮呢？他为什么生了呢？就是因为他代谢旺盛以后，皮肤排泄不出去就会生痤疮啊。这人这个比较粗糙，毛孔粗大啊，皮肤粗糙。这时候我第一次用药的时候用的是荆芥连翘汤啊。为什么刚才说的时候用清热泻火药无效啊？因为荆芥连翘汤它是个清热泻火的药。那么一看它有的疮体是突出表面的，我这个第一次是判断有点失误啊，疮体有点突出表面啊，但是它皮肤是粗糙，毛孔粗大的。结果第一次我是用的荆芥连翘汤，用清热泻火的药，它效果不明显啊，不是很明显，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很明显。为什么有效呢？因为毕竟它代谢比较旺盛，年轻人吧有火的表现，所以用清热泻火的药有点效果，但是基本上是变化不是很明显。后来我一看，再仔细一辩证，毛孔粗大，他出汗比较少。后来一问，出汗比较少，所以它是个太阳面的一个特点。所以我改了方子了，用葛根汤加桂枝茯苓丸。其主要的方剂是葛根汤。葛根汤为什么加桂枝茯苓丸？因为它时间比较长了，4年了，久病入络，久病多瘀，是不是有淤血的表现？所以加了桂枝茯苓丸，或许化瘀。但主要的这个处方的特点是用葛根汤来发汗。吃了药以后，吃了这个方子吃了大概这个2个月，他说出汗比较多啊，出汗以后身体非常轻松啊，面部的这个皮疹也逐渐减退。用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是非常明显了。后边的图片这个没有再拍下来啊，这是这个根据咱们的判断啊，根据咱们的面诊的判断，用这个判断出是这种太阳人所用的葛根汤啊，主方以葛根汤为主，所以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是我治的一个病例啊。第4个特点是戴帽围巾啊，这种人，你看他为什么是戴帽围巾呢？喜欢戴帽子，喜欢围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点呢？咱们要结合前面咱们讲的，这种人是容易怕冷的啊，容易怕冷，因为他毛孔粗大，他内外的交通不通畅，这种人他的循环比较差啊，他的代谢不协调，这种人怕冷，怕冷以后他就是喜欢戴帽子和围巾啊，这是如果咱们不问，通过他的衣着打扮，也可以初步的判断，这种人有可能就是一种太阳面啊，是一种太阳人，或者是这不是绝对的啊，或者是他是少阴人，这2点啊，或者是太阳人，或者是少阳人。为什么呢？少阴特点也是怕冷的，畏寒喜暖，这种也会喜欢戴帽子围巾。这时候要鉴别了，少阴特点是什么呢？毛孔并没有那么粗大啊，而且它肿吧是个虚浮的肿，实在是胖大有齿痕的。这种太阳人没有这个特点，它是
虽然黄种他是实实招招的啊，是个壮实的人，舌苔他不会出现胖大舌和齿痕舌啊，这是鉴别的一个方面。第5点，也可以鉴别是食欲好、食量大、胃肠功能强健。为什么农民工这个虽然是面部黄肿、毛孔粗大，但是吃饭量非常非常好，脾胃比较好。凡是这些干体力活的人，如果他都是脾胃功能比较强大的才能做呢。如果他脾胃功能非常虚弱，比如说太阴人、小白脸、小鲜肉，这种肯定是干不了体力活啊，是不是？尤其搞建筑工人的这些人，一般都是食欲比较好的，所以这种人大部分是这种太阳人啊。他出汗少，如果出汗特别多，一干活出汗特别多，那一会儿就虚脱了啊，所以他也持续不了长期的这个体力劳动。另外，他易患的疾病啊，这种人患什么疾病呢？感冒，他容易受凉。因为这种人，比如说农民工，经常风餐露宿，所以他容易感冒，啊，容易得感冒病。他也是发热性疾病，因为他汗孔排泄不通畅，所以容易得发热性疾病。如果这个人经常出汗，一般发热，就算是发热，他体温也不会太高，因为他一直出汗呢，出汗就会带走咱们的体温，啊，如果这个人不出汗了，所以他体温容易升高啊，因为容易得发热性的疾病。另外是骨关节性疾病，因为它受凉嘛，关节的地方是人体这个皮肤肌肉最薄弱的地方，它容易受凉，得一些骨关节疾病，啊，还有呼吸道疾病，因为太阳它的这个内在的脏器和肺相关，呼吸道相关，所以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疾病。另外还有一些是精神神经系统的疾病啊，也容易得。常见的是皮肤病啊，最常见的是皮肤病，由于脸上后背的痤疮得皮肤病，就是因为再就是内分泌功能的减退，这和皮肤病是相关的啊。因为内分泌功能减退，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皮肤病的出现啊，这是易患的疾病。